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，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。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，我们每天都陪伴您。小时候学珠算口诀，有句九九归一。人老了再回首，发现人生也是一个算盘，算来算去都会回到自己身上。好的人生是闭环管理的，什么都能善始善终；坏的人生就像打错算盘，结果都不对。当我们退休了，能安度晚年，不是空穴来风的，而是自己曾经付出了什么，后来把付出的东西慢慢收回来。和谁过都是和自己过，有因有果，逃不过。夫妻相伴是自己的情分。有人说，女人到最后都是嫁给自己，幸福与否全取决于你。男人何不是这样？娶了谁，能否幸福终老，还得靠自己去珍惜。你曾经不珍惜爱情，就别抱怨自己晚年孤独；你不去抓住缘分，就别责怪老天爷不给你牵线搭桥。汉朝的才女卓文君写一封信，就让移情别恋的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了。后来他们相伴一生。不要给司马相如点赞，而是应该看到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处之初，一穷二白，靠卖酒过日子，经历了无尽的苦，司马相如才出头做了大臣。若是没有之前的情分，司马相如早就不会回头了。毕竟情分让一个变心的人羞愧，愿意坚守爱情。很多夫妻在年轻的时候，男主外女主内，男人赚钱养家，女人相夫教子。就算聚少离多，也要守住家庭。重情得情，这是经营婚姻的最好方式。就算铁石心肠的人，也会在爱情的感化下变得柔软，泪流满面。因为你主动伸出右手，因此老伴才愿意伸出左手。儿女孝顺是自己的教养。增广贤文里说，孝顺还生孝顺子，忤逆还生忤逆儿。别以为儿女天生就是来孝顺你的人，若是你对长辈不仁不义，儿女对你也就冷言冷语。当你决定抛弃父母的时候，儿女就学到了套路，并且会把类似的套路用在你身上。虽然有以德报怨的儿女，但是你不要去指望，这是有概率的。国学大师黄侃从小失去了父亲，母亲周氏把他拉扯大。周氏晚年生病时，黄侃在家伺候的半年。母亲病故，黄侃悲痛不已。后来他去了日本，还在思念母亲，请好友苏曼珠做梦夜母坟图，并且把图画随时带着。我们总是念叨乌鸦有反哺之意，却不想一想，乌鸦为什么反哺？仅仅是把儿女生出来，却不教养，这是不对的。儿女来到人间，却没有父母的教养，就和流浪儿区别不大。儿女会怨恨，为什么要被父母带到人间？我们退休了，儿女孝顺，是我们把儿女托举，儿女也有出息，有反哺的万种理由。亲友关照是自己的善报。退休了，你去亲戚朋友家走一圈，就会发现3个问题。一是从来没有得到你的关照的亲友，对你不太欢迎，甚至会说在职的时候不见人影，现在来蹭饭。二是得到了关照的亲友，会热情招呼你。三是平时很少交往的亲友，保持礼节上的客套。从亲友的态度可以看到，你曾经做了什么，是否有善行。起码你应该有一张笑脸吧。相对来说，能够退休的人，在年轻的时候也活得好一些。多关照身边的亲戚朋友，给他们有用的消息，适当帮助他们过难关，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送给他们，都是一份善意。退休之后，你还健康，不要倚老卖老，而是去帮助左邻右舍，把邻居变成朋友。等你真的走不动了，
亲戚朋友才会照顾，邻居也会搭把手，起码有大事了，会及时打个电话联系你的儿女。最要紧的是，你一直善意待人，自己的内心也会温暖。自己住在任何地方都是福地，能够独处是自己的积蓄。人这一生总有一点时间是需要一个人走的。老伴可能会先走一步，亲戚朋友不能时时刻刻照顾你，儿女也要远行求发展。一个人又怎么过日子呢？把门关起来，坐等时间过去吗？还是一个人到处瞎逛？幸福的老人总是可以从容，可以享受独处。一方面是因为他口袋里有钱，能退休；一方面是他有自己的乐趣。一个人活不慌乱，因为手里有粮，心中不慌。没有存款也不退休的老人，一旦没有人管，就难熬了，也会愁眉苦脸。从中年开始谋划养老，存钱是必须的。从退休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好，比方说钓鱼、跳舞、唱歌、读书。当然，我们还要储蓄快乐，培养快乐的能力。比方说和孩子聊天，感受天真烂漫；去菜市场，感受人间烟火气；购物的时候，体会花钱的快乐；过年过节，体会忙碌的快乐。美好处处都在，关键是要有发现美的眼睛。作家吉米在《星空》里写道：有阴影的地方，必定有光。任何时候，幸福和痛苦相伴，福祸形影不离。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，要学会选择，要趋利避害。有人晚景凄凉，有人颐养天年，有人老了哭着离开，有人笑着离开，有人被家人抛弃，有人是家里的一宝。千差万别的生活方式，其实都是自己种下的因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等你老了，才明白过日子的方法，难免是来不及了。在你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就把阳光存放在心里，阴暗来临才不会害怕。人悲欢离合皆在自度。虽然我们都提倡孝道，但是现实里，老人对儿女怨声载道的事情还是比比皆是。有些儿女是干脆不孝，还有些儿女是达不到老人孝顺的标准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反正是问题重重。从客观上讲，有些条件的老人就是很难养老的。这三类老人在养老上相当有困难。假如有了一条，要认真改正，这是为自己好。事儿特别多的人，现实里有一种老人十分让人头疼，那就是事儿特别多的老人。这种老人，哪怕你一天什么都不干，净围着他转悠，结果人家还不满意，你就算请了保姆，也是被他气走。说白了，十分难处理，你怎么管他都没用。这种老人最后的结果，往往是和子女关系十分僵化，也让自己的晚年十分难熬。举个例子，有的老人每隔一会儿就命令儿女做这做那，然后你做的事情他都说不满意。你的食物他不满意，使劲挑毛病，买个东西也不满意。总之你横竖都不行，让人十分生气。每天能找你180回，然后批评之语滔滔不绝。现实里，这类型的老人往往是无人可用的，没有哪个儿女有心情给他白白使唤，大家还要忙着照顾自己的生活，赚钱养家，谁有心情伺候这样的老人呢？现实里有一种老人，几乎是不会有子女给他养老的，那就是伤害过家里人，而且伤害很多很深。人是没法那么大度的，即便是有血缘亲情也不行。这些人的下场，完全是年轻时候种下的因果，就这么直白简单。比如说，有人年轻时
抛妻弃子，然后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租一个破房子勉强为生，白天打工，晚上带着孩子吃糠咽菜，一过10几年，连冬天的取暖费都交不起。这种情况下，这个男的就别指望孩子孝顺，不可能的。哪怕是说破了天，这个因果在这儿。谈孝顺，那是先谈血缘，再谈情分。没有情分全是伤害，那谈什么孝顺？天方夜谭呢？这世上没有几个人可以以德报怨，这不符合人性。现实里，控制欲十分强的老人，往往身边是留不住人的。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，都很少有人能容忍这种。你只要一靠近他，他就开始控制你，摆架子。遇到这种老人，子女80%是把他丢在一边不管。比如说，有的家庭里，子女对父母平时都不能联系，因为父母非常有控制欲，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，十分烦。更不要提大事上使劲干涉，没完没了。对于这种家庭的子女而言，跟父母沟通就是没法沟通，不仅提供不了帮助和资源，还都是拖后腿，神烦。这种情况的家里，孝顺也很难实现。谈孝顺，也要先谈双方关系，谈情分，谈彼此的付出。脱离了这些东西，单方面要求孝顺，那不现实。对于一个心中有梦的人来说，退休之后，人生才真正开始，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。不用再考虑买房买车，也不用担心生活没有着落，前面大半辈子的辛苦打拼，已经为余生衣食无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不用再考虑儿女和孙辈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，为人父母，能帮的已经尽力帮了，剩下的路就靠他们自己去走了。不用再考虑情感上的恩恩怨怨，那个意难平的爱人，就让他一直陪伴在自己生命里吧。那个一直陪伴在身边的爱人，已经磨合的没有脾气了。终于在看尽人间繁华之后，有机会，有能力，真正开始做自己了。追梦，也许到达不了最高的顶点，但沿途的风景足以慰藉生命。退休之后，找到除工作之外的新的乐趣，是生活中的一大主题。我的前同事老谢就是这样一个有梦想的人。他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从大城市来，却因为爱情扎根在这个小县城。可对于城市生活的追求却从未改变。他深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依然要靠知识。所以在工作的几十年间，他不断坚持学习，从一个电视行业的门外汉，成为了理论与实践经验都极其丰富的行家里手，其专业水准声名远扬。退休之后，老谢很快应聘到一所传媒大学，从事电视艺术相关课程教学。当消息传来，大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，却又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如今，朋友圈中的老谢穿着运动鞋、户外服，背着双肩包，和年轻的学生一起采风、采访，神采奕奕。一个人的黯淡无光，并不是由年龄决定，而是由生命的状态做决定。一个始终在路上的人，一个追随着梦想大步向前的人，岁月也会对他温柔以待。健身让生命在运动中重新绽放出青春活力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，不惜透支身体健康，等到退休时突然松懈下来，才发现身体已经扛不住了，健身成为不得不直面的课题。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有人不以为然，觉得大不了每天跑跑步，出一身汗就行了呀。直到自己迈开腿，运动了几天之后，才发现一切没有那么简单。将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忍耐力。
而运动最是耗费精神体力，对于一个长期不运动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一种酷刑。所以，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，是有着顽强意志的人。每天坚持跑步，或者打太极拳，或者跳广场舞，时光在挥汗如雨中流淌，慢慢的，疲惫不堪的身体渐渐有了舒舒畅通达之感，在与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，心情也放松了很多。退休之后，用运动治愈疲惫的身体，也治愈郁闷且闭塞的心，青春的力量将再次重返于自己身上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体验呢！行善，投身公益事业，身有所寄，情有所依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很多人在工作岗位上是个拼命三郎，退休之后依然不愿荒废自己，总想着要干点什么，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，帮助到有需要的人，才如释重负。于是，有的人退休之后开始投身公益事业，在帮助他人的时候取悦自己。比如，一个大学退休教师回到乡下老家，把老房子简单装修一下，设立了图书室和阅览室，还有一间上课的教室，每天接受放学后回家的孩子，辅导他们做作业。在周末和寒暑假，还举办读书会和各种讲座。这些善举深得乡亲们的点赞，忙于生计的大人有人分担重担，无人照看的孩子有了学习的乐园，看着他们的笑脸，这位退休老教师也感受到了被人需要的幸福。退休之后还能做个被人需要的人，还能成为备受尊重的人，这是一种精神追求，也是获得心灵宁静的不二选择。很多人等着退休，想着退休后一定是快乐的，是享福的。退休后不用上班，每个月都有工资拿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还不用看领导脸色。事实上，等到退休后就会发现，退休生活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，甚至有人说，退休生活是人生下坡路的开始。盛大叔一直期盼退休，好不容易退休后，自己才发现，退休生活完全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。退休后因为不适应，他的整个人精气神反而没有上班时好。他说，退休后其实是人生真正的下坡路。盛大叔自述：我今年63岁，退休有3年时间。以前没退休的时候，总是想着要退休，想着退休生活是自由安逸的。等到退休后，我才真正的发现，人退休后是人生走下坡路的开始。一旦退休了，我们的生活会有几个明显的变化，如果不能适应这些变化，退休后整个人都会变得不能适应。第一个变化就是人情冷暖的不适应。以前在单位，大家即使关系不是特别亲密，只要是同事，待在一起共事久了，都会有感情。家里有个事，请大家帮个忙，都好说话。但是人退休后，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，再好的工作上的朋友，都会因为退休变成陌生人。我退休的时候，部门同事要请我吃饭，给我送行，我没让，自己出钱请他们吃了顿饭，大家非凑钱还给我送了一份礼物，我当时感动得不行。退休的第2个月，单位的同事的儿子结婚，虽然我退休了，但是还是去了，总是觉得大家共事10几年，不是亲人也是朋友。也是那个月，单位人事把我从单位的工作群里踢了出来。我一开始有些懵，总觉得不至于，不过后来也想明白了。自从我从单位工作群退出来后，同事们和我的联系是越来越少。以前周末他们还喊我打个牌或者钓个鱼。自从退休后，再也没人喊我。更让我生气的是，我每次约别人，他们都说没时间。渐渐的，我的人际关系就断了。现在身边几乎没朋友，大部分时间我不是在打牌，就是在家里看电视。
我们家里搬了新房子，想请大家来热闹热闹，结果大家都说有事，不约而同的都没来。我才真的是体会到人情冷暖，什么叫人走茶凉。第二个变化，退休后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。以前上班的时候，虽然也不是天天锻炼，但是每天我坐完地铁，再走到公司需要10分钟的时间，每天中午吃完饭，还能在公司楼下散会步。现在退休了，人也跟着变懒了，没有什么兴趣爱好，天天我在家里刷手机、看视频，老伴天天跳广场舞，我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。3年时间，我整个人胖了1圈。以前上班，即使不是每天西装革履，为了形象也会穿戴整齐，天天提着精气神，人看起来也精神。现在退休了，穿衣服也不将就，经常是穿着家居服就出门了，也不用为了工作提着那口气，都是怎么轻松怎么来。人一开始邋遢，精神面貌回不去，体重回不去，跟着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显得萎靡。就是别人说的，上班时看着能年轻10岁，退休后怎么看都像一个老头子。心里没有了那股气，人一松懈下来，就发现自己老得特别快，不知道是心理因素，还是自己真的老了，总觉得退休才3年，怎么像是老了5、6岁一样。第3个变化，身体健康开始走下坡路。以前上班的时候，身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总觉得自己身体也还行，偶尔有个小问题，也不会特别留意。或许也是因为有工作，也不太把小毛病当回事。但是退休后不一样了，总是觉得身体好像总是变得不是很得劲，身体不是这里疼，就是那里疼。以前上班忙，身体从来不打绊子，退休后身体闲了下来，总是3天2头出问题。有段时间腰疼，有段时间背疼，还有段时间肠胃不舒服。我的身体就像被绷紧的发条，突然间的松懈，身体发出了自己的信号。这些不断冒出来的疾病，也让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：身体的确是老了，就像是机器，不得不定期的去维修。第4件事，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。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类似的感受？自从退休后，我就对身边的各种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上班那会，我偶尔还吹吹笛子，有时候为了参加单位的活动，还会回家主动练习。按理说，退休后时间更多，我应该有更多的时间练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没有了上班那时候的冲动，看见了也不想去吹一吹。上班那会虽然也是跟不上潮流，但是经常和同事们聊天，为了有共同话题，也会看一些新闻和热点。现在竟然没有了表达的欲望，每天就看网上那些好玩的视频。那些时政新闻、社会热点，看见了也是一扫而过，提不起兴趣，更是没有和别人聊天的冲动。感觉有个手机都能在家里待上1天。那天和老伴出去散步，碰见了老同事，他看着我惊讶地说：“老盛，你退休3年，怎么感觉老了好几岁？”我听完开着玩笑自嘲了下。回到家后，我照了照镜子，发现自己是真的老了，身材没有上班时有型，头上的白发也是多了不少。我才想起来，好几个月没有染头发了。再看看身上的衣服，松松垮垮的，一点都不精神。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退休后真的是人生的下坡路。总以为退休后有大把的时间，可以去干任何事情。其实退休后，如果帮儿女带孙辈，根本就没有那多时间。加上心态的变化，退休后我们老得更快。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我是浑浑噩噩地度过了退休的3年。孙子还没出生，我打算赶紧换个活法，给自己找了份工作。
这时候才发现过了60岁，工作太难找了。我只找到了保安的工作，不上夜班，就白天工作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打发时间，千万别让自己闲下来，只会让自己老得更快，身体的毛病一样不少。有了这样一份工作，每天的心思都在工作上，也没那么多时间低头刷手机，来来往往的还能和大家聊上几句天。每天按时出门，按时回家，这样的生活比待在家里舒服多了。只是醒悟的有些晚，早知道从退休那年就应该开始工作，而不是躺平。临近退休的人都非常渴望退休后的生活，甚至都把退休后的生活安排好了。有的想退休后去学点东西，有的想退休后养花养鸟，有的想退休后出去旅游，看看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。但是总有那一部分人，退休后的生活却过得十分辛苦。我身边就有一位这样的阿姨，她告诉我，她也曾经非常盼望退休，但是她人生最辛苦、最心累的20年，却是退休后的20年。这位阿姨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吧。讲述人：陈阿姨。我今年70岁了，有一个儿子。我是在50岁那年退休的，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。这20年是我人生中过得最辛苦的20年。在临近退休的时候，我觉得中年人是最辛苦的，既要照顾家庭，又要兼顾工作，每天除了忙工作以外，还要操心孩子的学习，而且要挂心父母的身体。我每天都在期盼着早点退休，以为退休后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孩子已经成年，也不用我再操心，终于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。我想过退休后和闺蜜一起出去旅游，和姐妹们一起去跳广场舞，还想着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画画，总也没有时间，现在有时间了，去报一个老年画画班，以实现年轻时候的遗憾。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所期盼的退休生活会这么辛苦，而且是整整20年。儿子是我在退休前1年的时候结婚的，结婚半年后，儿媳妇怀孕了。当我和老伴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非常高兴。虽然我还在上班，但是公司觉得我快退休了，有一些工作已经开始适当的交接出去，我的工作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了。儿媳妇怀孕后，虽然不能每天照顾她，但是我也会下班的时候给儿媳妇买点水果，或者是补品，给她送过去。等我真正退休后，儿媳妇怀孕也有6、7个月了。儿子打电话过，说现在莹莹身子比较沉了，而且妈你也退休了，不如搬过来住，照顾一下莹莹。我想着，每个女人怀孕生孩子都是非常辛苦的，我也是女人，非常心疼莹莹，把媳妇当作自己的女儿。儿子一给我打电话，我二话没说，直接收拾东西搬去了儿子家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儿媳妇对我客客气气的，我们经常会手挽着手出去逛街，买一些宝宝用品什么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亲娘俩。和儿媳妇的矛盾是从小孙子降生的那一刻起。儿媳妇儿在怀孕的时候，经常看一些关于出生婴儿护理或者是婴儿启蒙的书，而当时我们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这些书，在生孩子养孩子的时候，也是都是听老一辈的老方法来养孩子。小孙子出生后，2条腿弯弯的，在我们那个时候，为了孩子长得又高腿又直，我们会把孩子的2条腿用布条缠起来，这样既防止了宝宝去蹬被子，而且又保证了宝宝的腿是直的。但是儿媳妇看到后非常生气，说我别因为那些老方法来养她的孩子，现在医生都不允许这样去捆绑孩子。但是我也是好心好意呀，你看我的儿子长得1.85米的大个，不也是这么养起来的吗？有什么不同吗？儿媳妇就因为这样那样不同的育儿观点，
每天都会给我甩脸色。老伴儿后来就劝我，现在年轻人有年轻人养孩子的科学方法，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方法都过时了。为了儿子和孙子，千万别惹儿媳妇生气。儿媳妇说让我们怎么做，我们怎么做就是了。我后来想想也是，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社会在进步，你真的不能用老思想、老方法来养孩子了。就这样，我和儿媳妇道歉，告诉她关于小孙子的养育，以后都听她的。儿媳妇脸色才稍微好点了。我想着，反正儿媳妇出月子，我就回家了，能忍一下就忍一下吧。回家后，我就可以正式开始我的退休生活了。可怎么也想不到，伺候完儿媳妇出月子后，儿媳妇又要我在家带孙子，说她很快就出产假期了，接着就会上班，上了班没人照顾小孙子。我说可以找个育婴师来照顾呀，现在经过培训的育婴师都非常专业。可儿媳妇却跟我说，你没看到网上很多育婴师虐待孩子的视频吗？如果小孙子真的有个好歹，后悔都来不及。我想想也是，确实也看过很多育婴师虐待宝宝的视频，也知道儿媳妇的担心确实存在的，想想都后怕，所以我就继续留在儿子家照顾小孙子。这一照顾又是3年，我以为小孙子上了幼儿园，我就可以回老家了。可是等到小孙子上幼儿园之后，我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的时候，儿媳妇又不让我走了，说虽然小孙子上了幼儿园，但是还是需要每天接送，这个需要专人负责才行。我说你们小两口上下班的时间接送孩子完全没有问题呀。但是儿媳妇又说，不光是每天接送孩子，如果说孩子有个感冒头疼脑热的，没人在家照顾也不行呀，我们每天都上班，哪有时间照顾孩子？没办法，虽然我心里很不痛快，但还是继续留下了。他们不知道我这几年过得太辛苦了，每天比上班还累。儿子儿媳妇总觉得我在家里就是哄哄孩子、打扫卫生，非常轻松。所以家里的活他俩个也从来不帮我，但是在家里却比上班累多了。上班的时候还有下班时间，但是在儿子家根本没有上下班，每天都是连轴转。我想回家的原因，再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回去陪陪老伴儿。退休后的这4年一直在儿子家，老伴儿都是周六周日过来看看我，平时他也上班，中午在单位吃，但是晚上回家就自己对付一口，从来不会好好做饭，人都消瘦了很多。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，老伴儿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住院了，没问原因，吓得我赶紧跑去了医院。原来是老伴儿的每天不正儿八经吃饭，有时候吃得凉了，有时候不正点吃饭，这些年积攒下的病因，突然胃病犯了，疼得不行，单位上同事才把他送到医院。看到老伴儿这样，我心疼得不行。如果我在老伴儿身边照顾他的话，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。不管怎样，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不回儿子家了，已经把小孙子照顾到上幼儿园了，他们也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，接送小孙子上下学，好好照顾小孙子的生活。我也要好好照顾老伴儿了，让他的身体快点恢复健康。回家以后，我每天认真地给老伴儿做饭煲汤，饮食上尽量清淡，每天都会算准老伴儿回家的时间，尽量让老伴儿吃上热乎饭。可是就在1年后，老伴儿身体渐渐恢复了后，我那83岁的老母亲又病倒了。原本我的母亲是一个人住的，雇了一个住家保姆来照顾她。可是就在母亲病倒后，上厕所和吃饭都要人照顾的时候，保姆说活累了，需要加钱，不然就不干了。我还有一个弟弟，弟弟和弟媳都没有退休，还要上班，不方便照顾老母亲。
弟弟和弟媳来跟我说，让我去照顾母亲，因为以前保姆的工资都是我和弟弟俩家凑的。我去照顾的话，弟弟就把给保姆的钱给我，而且我去的话，照顾母亲肯定会很上心，他们也就都放心了。我想想也是，母亲这么大年纪了，原来上班的时候没空照顾她，在儿子家的时候，也只是周末的时候来看看他老人家，现在也终于得空了，也该好好尽尽孝心了。一晃眼3年又过去了，母亲很安详地走了。我又回到了自己家，因为这3年疏于对老伴儿的照顾，他的胃病又犯了，每晚都会疼醒。没办法，我硬拉着老伴儿去了医院，医院的检查结果很不好，让他立马住院治疗。老伴儿这人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，说不想住院，不想再浪费时间了，想回家好好陪陪我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太难受了。我知道退休这些年来，一直没有好好陪陪老伴儿，我的辛苦老伴儿也看在眼里，知道我不容易，觉得对我亏欠很大，所以老伴儿才说想回家好好陪陪我。我也想着，老伴儿现在退休了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过一下晚年生活了。可是我回家陪了老伴儿有大半年的时间，儿子又打电话过来，说是又怀了2胎，要我过去照顾儿媳妇。我说，你爸现在身体不好，我要在家里照顾你爸。儿子却说，儿媳妇现在孕反应很厉害，要不然让我老2口一起搬过去。本来不想去的，但是想到儿媳妇现在需要我照顾，再想想还未出生的小孙子，老伴儿又劝我，现在正是儿媳妇用人的时候，一定要帮帮她，这样我们老了，他们才会对我们好。就这样，我和老伴儿就搬到了儿子家，每天我和老伴儿买菜做饭，接送小孙子上学放学，每天都忙忙碌碌。但是就是这样，也没有换来儿媳妇的好脸。好在孙子们还和我们比较亲近，也算是在儿子家唯一的安慰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，突然有一天，老伴儿吃完晚饭后，胃疼得直不起腰来。我赶忙让儿子送老伴儿去医院。医生检查后摇了摇头，我看后明白了一切，把眼泪憋进肚子里，定了定心，走进病房，告诉老伴儿，医生说没事儿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第2天，我和老伴儿办了出院手续，回到了儿子家。回来之后，老伴儿基本上天天卧病在床，我的精力也全部在老伴儿身上，家里的卫生和做饭也顾不上了。儿媳妇对此非常有意见，经常听到她和儿子吵架，说本来上1天班就很累了，回来还要做饭做家务，照顾孩子，整天吵个没完。我知道这是嫌弃我和老伴儿了。我和老伴儿商量了商量，决定我们回老家养病，不想在这儿受气，更不想让儿子为难。回家之后，我又开始了伺候老伴儿的生活，每天换着花样给老伴儿做饭，为了就是让他多吃一口。可老伴儿这一病再也没好起来，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还是离我而去了。老伴儿去世之后，儿子打电话来说是让我过去养老。可是我早已经知道儿媳妇是怎样的人，也不想再过去给他们当免费的老妈子。从此之后，自己孤单的在老家恍恍惚惚的过日子，这一过又是5、6年，今年都70岁了，可是一天安稳的退休日子都没有过成。所以那些一心盼望着退休的，计划好退休生活的人，千万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轻松，那么美好。你觉得上班累很辛苦，那时你没遇到退休后要面临更多的选择和无可奈何。所以我才觉得退休后的20年，才是我人生中最艰苦、最心累的20年。退休前1年，同事问我，退休后你是继续干活，还是躺平了？我想都没想，说了一句，
这个还用问了？当然是躺平了，都上了一辈子班了，也该歇歇了。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很打脸。我以为退休后躺平的生活是自在又惬意的，可是去了表妹家一趟，我才知道我的选择是多么荒唐。一位55岁的国企退休职工郝阿姨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退休后躺平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讲述人：郝阿姨，55岁，有一个儿子。退休生活一直是我向往的。退休前在国企单位上班，每天朝9晚5，交着5险1金，过着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。每天想着就是熬到退休，过着自由自在不上班，在家躺平的日子。退休前的3个月，主任问我是否延迟退休，同意一签就是5年。我想都没想，就拒绝了主任，说好不容易熬到退休，准备回家躺平了。回家跟老伴儿一说，老伴儿立马不高兴了，说我这么年轻就光想着退休年龄，才刚满50岁，还这么年轻，而且儿子才刚大学毕业，还没成家立业，需要我们去扶持，而我要是退休，压力全部到了他身上去了。但是我觉得我选择退休没有错呀，国家都规定了，女人50退休，而且我每个月还有近3000元的退休金，紧着我自己花都花不完。再说了，儿子已经工作了，根本不需要我们扶持，一切靠他自己没问题的。说到给儿子扶持，这个我要说一下，我们家的房子才刚买5、6年，是大平层，4室2厅的，住3代人根本没问题。现在结婚娶媳妇彩礼加摆酒席，也就是几万块钱，而且我们家还有些存款，这个也不用愁。所以我觉得我退了休根本不影响家里所有的事情，我再也不想那么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只想要退休后无拘无束的生活。老伴儿看我这么坚决，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了声：“随你便吧。”就这样，我开始了自由且惬意的退休生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会和这些已经退休的老姐妹组团出去旅游，近的地方让我们玩了个遍。后来，我们一起跟团旅游去比较远的地方，每个月平均1、2次。我很喜欢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这种自由感是我从没有体验过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老伴儿还会说我几句，嫌我出去旅行花销太大，但是我告诉他出去旅游又没有花他的钱。老伴儿看说了也不管用，渐渐的，老伴儿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不出去旅游的时间，每天早上我都会出去跳广场舞，下午和老姐妹们在一起打牌逛街。逛街的时候，比较喜欢买衣服，退休前在单位上，除了穿制服就是制服，根本没有机会穿漂亮衣服。现在退休了，就一个想法，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把以前没有穿过的衣服全部补回来，觉得这样才对得起以前那么努力工作的自己。本来我的退休金出去旅游是足够的，但是为了爱美买衣服，我的退休金就不够了。我原本还有7、8万的存款，经过这几年玩和买，所剩也不多了，但是快乐是钱买不来。跟姐妹们在一起，我真的很高兴，所以觉得花点钱也是值得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退休没几年，手里的私房钱被我花光了，而且每个月的退休金也是月光。因为这样，老伴儿对我的意见非常大，但是我感觉这样的退休生活才是我想要的。我又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样子，自在又洒脱。就在去年，儿子准备结婚了，但是家里的家具和装修有点老了，老伴儿想让我拿出存款，给儿子买家具和装修用。但是我告诉老伴儿，存款已经让我花光了。老伴儿因为这个和我大吵了一架，扬言还要离婚，直接分房睡。
儿子知道我把给他买家具和装修的钱花光了以后，对我意见也非常大。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每次见到我，都会板着脸，像我欠他200万一样。虽然我的退休生活很惬意，但是在这个家里却没有一个人待见我。丈夫每天都会甩脸给我看，儿子也不怎么搭理我。前2天正好在朋友家玩，表妹也在这个村里住，然后就顺道去表妹家看了看，我才幡然醒悟，知道我的退休生活是多么的荒唐。我表妹是我姑姑家的，从小姑姑家比较穷，表妹也没有受过好的教育，嫁的丈夫也没有我的好，一直感觉和她有代沟，没大来往，感觉她肯定过得不如我，这只是我对她10多年前的认知。这次去了她家做客后，才让我后悔又羡慕。一直感觉在村里住的人哪有在城市好，看到表妹家的大房子，我真的是羡慕了。虽然在村里，但是表妹把房子建得又宽又大，一点儿也不比城里的楼房差。近200平的房子，里面的设施都非常齐全，有书房，有健身房，光卫生间就好几个。在院子里还设了凉亭、草坪，墙边上种着花花草草，还腾出一块小地儿专门种菜自己吃。我以为这个房子是给表妹家的儿子结婚建的，没想到表妹说这是他们专门给自己建来养老用的。在我印象里，表妹和表妹夫都是在那种私营小工厂里打工，每月的工资也不高，而且还没有保险。后来问了才知道，原来表妹50岁退休后就去家政学了月嫂，每个月24小时的话要1万多呢。表妹夫退休后也没有闲着，每天都会去跑滴滴，一个月下来也要8、9千块钱。这几年表妹家的儿子也工作了，花不着他老2口的钱，他们就把钱存起来，给他的儿子在城里买了一个3室2厅的房子，还把原来自己住的房子翻盖了，建了现在这个又大又宽敞的平房。表妹家的儿子也很出息，大学毕业后就到了一个外企单位，他继承了表妹勤勤恳恳的优良传统，在公司做了2年，就提了部门经理。表妹家的儿媳妇和他儿子在一个单位工作，看到表妹和表妹夫这么能干，常常会下班后给表妹和表妹夫做饭收拾家务，一家人和和气气的。有时候还会趁着放假，一家人出去旅游，看着他们满墙的合影，我真的太羡慕了。和表妹聊了一下午，原来一直觉着我比表妹过得好，但是看到现在，无论是家庭条件还是婚姻，都不如表妹。对于过去5年的退休生活，我感到非常的后悔和愧疚。原本我可以听主任的延迟退休5年，既能挣到钱，还可以多扶持儿子，但是现在为了我得私欲，家里的情况越来越糟糕，而且家庭关系也越来越差。如果原来我没有退休，我不光能挣到工资，存款我也不会花掉，老公肯定会对我很好，儿子也不会这么疏远我。看看表妹的幸福生活，再看看我现在的现状，真的是既后悔又羞愧。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退休生活，我一定不会选择在家躺平。徐阿姨今年步入了57岁的人生旅程，她自豪地分享，每个月的退休金高达17000元，这笔钱对她来说远远超出了日常花费的需要。在她那一代人中，徐阿姨无疑是个成功和幸福的典范，家庭美满，身体健康，财务自由。徐阿姨解释道，她之所以能过得这么幸福，财富只是其中一因素。她认为更关键的是她能够深刻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，这种自我认识的提升让她比以前更加懂得如何善待自己。正是这种自我关爱让她感到真正的幸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人不仅需要应对身体机能的下降，还需要适应心理和社会角色的变化。
如何优雅地步入老年，成为众多长者必须面对的课题。老年期是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阶段，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，他们的心理需求也会随之变化。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人们满足了基础需求后，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。对于老年人来讲，一旦基本的生理与安全需求得到保障，对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具体的，随着退休生活的开始和子女的独立，很多老年人会感到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角色地位不复存在，从而产生归属感的缺失。于是，他们寻求通过加入老年社群等方式找回这种归属感。参与社区活动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与外界的联系和被人关注的喜悦。同时，老年人也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。他们通过学习新技能、参加志愿服务等活动感受到成就和满足。投身于自己擅长的领域同样能带来满足感。通过学习、锻炼和参与各种活动，老年人可以实现自我价值，满足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。若这些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未能得到满足，老年人可能会感到生活乏味，缺乏目标，失去对生活的兴趣，并对子女和社会产生过度依赖。因此，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，帮助他们获得归属感和自我实现感，对于维持积极的老年生活至关重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人的生理状态会逐渐下降，这也使得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产生了变化。首先，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，老年人需要各种辅助设备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，例如助听器辅助听力减弱的老人，助行器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。生活用品的设计也需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，这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对他们而言极为重要。接着，随着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改变，老年人对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也有了新的期待。适当的改善居住条件，如安装扶手和防滑设备，能够显著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。此外，老年人亦需要一定的经济保障。除了个人储蓄，适当依靠子女和社会养老金也是可行的。但同时，应注意控制物质需求，避免对子女产生过重的经济负担。最后，随着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，他们对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也相应增加。适当的旅游、娱乐活动对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总而言之，对老年人特定的物质需求给予足够的重视，适度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，对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极为关键。同时，还需注意保持物质需求的独立性，以维持其生活的自主性。在老年阶段，建立和维护与子女的良好关系至关重要，它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。首先，老年人需要理解子女有自己的生活重心和家庭责任，不应过度依赖于子女。接受子女的关心和帮助是必要的，但不应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寄托于子女之上，要保持生活的独立性。子女的照顾也应适度，给予老人一定的个人空间。其次，保持与子女的持续沟通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。多了解子女的生活状态和想法，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见解，也要关心子女的需求。通过这样的沟通，可以加深双方的理解和亲情。第三，老年人在适度照顾子女家庭的同时，应避免过度干预子女的私生活。经济上的适度支持和帮忙照顾孙辈是可以的，但要尊重子女的家庭教育政策，避免对孩子的教育过度插手。第四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与子女相处，能够为双方的关系注入正能量。
理解子女有时也会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压力，展现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，避免总是抱怨生活的不如意，而是与子女分享更多的正面信息。老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需求都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满足。很多人可能认为，步入晚年意味着生活应该变得平淡无奇，但实际上，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使命和价值，这些都是由个人设定和追求的。当您沉浸在这些故事中，愿他们激发您的思考，也能传递温暖给他人，不求回报。感恩您一路相伴，期待您的点赞与分享。有不到之处，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。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。愿我们一同积累福报，走向更加健康、更幸福的生活之路。